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被武术指导抱起来的杨洋，转身扛起了一座江山。各位看官，您瞧这世道，那真是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杨家，前阵子还在雨霖铃杀青宴上被武术指导一个大老爷们儿公主抱的杨洋，这几天的热搜词条已经变成了6大造型炸场，原声台词封神。您说这画风转的比川剧变脸还快。不过咱今儿个不聊这抱抱的八卦，的聊聊这抱的值不值，这炸的妙不妙。毕竟在这个流量当道、鲜肉横行的娱乐圈里，能从一个被抱的展昭翻身成扛江山的人，这出大戏可比剧本身有意思多了。先说这被公主抱的展昭，搁在以前，您敢想，那个曾经在偶像剧里永远挺拔如松，恨不得自带鼓风机特效的端王杨洋，能在一部武侠剧里把自己整得拳拳到肉，雨中舞剑，最后累得被武术指导像拎小鸡仔似的抱起来。这画面简直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扛着锄头去种地，满满的违和感里透着股子让人心疼的真实感。这就得好好说到这位魔鬼教练秦鹏飞了。这位爷可是业内出了名的狠角色，据说他设计的动作不是让你看的，是让你信的。小杨这半年武当山特训练的可不是花架子，南派洪拳，沉稳下沉，人家说了，这符合展昭内敛的性格。一般打戏不拔剑，紧要关头才出鞘，这叫藏风。雨中打，船上打，狭小空间里打，两船之间来个大横插，这哪是拍戏，这分明是渡劫啊！杨洋自己都感慨，真正的武侠原来打戏这么难。您听听，这话里带着多少血泪？但咱的说，这苦没白吃，观众的眼睛那可是雪亮的。虽然雨霖铃的整体收视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但杨洋的展昭口碑那是哑巴吃秤砣，铁了心了的稳。为啥？因为他把那个操劲儿演出来了，不再是那个时刻注意自己帅不帅的木头美人，而是一个会喘气、会流血、会在泥水里打滚的活人。这叫什么？这叫去油成功。以前大家老吐槽他端着，这回好了，五指大哥一抱，直接把他的偶像包袱给摔地上了。摔的那叫一个脆声，摔的观众那叫一个解气。秦鹏飞那一抱，抱的不是杨洋，是对一个终于开窍的演员的认可，是英雄惜英雄的江湖气，也是你小子总算知道怎么演戏了的欣慰。这一抱比任何官宣都管用，直接把他硬汉武侠的新人设给立住了。当然，光靠卖惨和吃苦，那还成不了常青树。真正让杨洋这番身仗打得漂亮的，是他手里攥着的另一张王牌——不让江山。这句名起得好，不让江山，听着就提气。改编自知白的那本高分神作，班底也是国家队级别的。但咱今儿不聊班底，聊聊杨洋在预告片里那6大造型。这哪是6个造型啊，这分明是6个阶段的升级打怪图鉴，是活脱脱一步一个人的野蛮生长史。您瞧那江湖少年时期，青绿外衣，米白棉衣，背着行囊蹲在墙根啃干粮，这造型简直把风尘仆仆4个字刻在了脸上。这让咱不禁想起一句老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啃干粮的劲儿，比那些坐在豪车里喝咖啡的爸总接地气10000倍。这叫什么？这叫入戏。再看看那书院书生时期，一袭白衣，温润如玉。你以为他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错，那是扮猪吃老虎呢。书院里遭遇霸凌，隐忍蛰伏，眼睛里的那股子狼性是怎么也藏不住的。这造型妙就妙在反差，
就好比我们平时说的穿西装的流氓，文化的皮，裹着江湖的骨，这层次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当然，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还的是那大将军的最终形态：铁黑色盔甲，红色抹额，眼神凌厉，气场全开。那句在网上被吹爆的台词"江山不是山河土岭，是人，人在，江山就在，江山血染，一寸不让"，配合杨洋那全程原声的低沉独白，您说，就这配置，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吗？咱的说，这江山二字，杨洋算是悟透了。过去他的角色多是守江山的或抢美人的，这回他演的是个扛江山的人，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他演的不再是情情爱爱，而是家国天下。这份转型的野心，就藏在那一镜到底的38秒打戏里，就藏在那虽然手部骨折，却依然坚持实拍的100多天里。这不由得让咱想起那句老话：真金不怕火炼。杨洋这是在用最笨的方法，走最踏实的一条路。当别的小鲜肉还在用抠图、替身来糊弄观众的时候，他选择把自己扔进泥堆里，摔打成一块铁疙瘩。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观众的尊重。有人说不让江山会是杨洋的翻身之作，这话咱爱听，但得加个前提，这是水到渠成的翻身。因为从雨霖铃里那个被公主抱的展昭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下沉了。他放下了作为顶流的架子，去接住了五指大哥抛来的信任，去接住了那些操到掉渣的角色。他把偶像的壳子亲手打碎，里面的演员才得以透出来喘口气。咱们不妨再看看那些西方某些大片里的主角，哪一个不是满身污泥，眼神坚毅的硬汉？从施瓦辛格到基努、李维斯，哪个不是经历了地狱式的锤炼才封神的？咱杨洋现在走的，就是这条自古英雄出炼狱的路。这条路虽然走得慢，但每一步都算数。所以啊，各位看官，甭管那公主抱有多萌，那6大造型有多炸，咱最该看的是杨洋那股子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儿。从被抱到扛江山，这里面隔着的不是几套衣服，而是他摔碎偶像包袱的决心和重塑演员身份的血汗。只要这份心气儿在，我相信属于他的江山才刚刚开始。待到不让江山播出时，咱们且看他如何坐拥江山，让那帮只会端着的人羡慕去吧。